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leo， 欢迎回来新一期的播客。今天我想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在越南拍的照片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，大概是5点钟左右，我打开 YouTube 看到一条评论，说非常喜欢我的视频，然后当然想要看我拍的所有在越南好看的照片。今天早上其实我本来没有什么计划，但是我看到这条评论，我就非常感动，然后非常想要给大家分享，于是我就立刻准备好，然后开始录这个 podcast。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在 YouTube 给我发的评论，每次你们的评论都能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。好了，让我们赶快开始吧。第一卷我们看的是柯达的 Portra 400，我们来看第一张。你可以看到，由于是第一张，所以这个胶片有点漏光。这张照片只有一半是显影正常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其实就是边境了。这张照片是我在边境拍的，也就是中国的河口和越南的老街。这张照片拍的时候，我已经入境了越南，我已经在越南里面了，然后我需要去一个入境的大厅办一个手续，然后在这个入境大厅的门口，我朝外面看去，就是这一个拱形的门，然后在中国河口那边也有一扇像这样子的门，到时候我会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觉得非常魔幻，就是你只通过一座桥，通过2扇大的门，你就可以从一个国家走到另外一个国家。但有时候觉得也很荒诞，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因为这样子的桥而隔开了？比如桥这边是中国人，桥那边是越南人。有时候想想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地球，它也没有什么门，也没有什么边界，但是大家因为不同的国家而区分开来，然后也会有很多文化的刻板印象。但那天我在河口和在老街的时候，我感觉越南人和中国人也没有很大的区别，大家都有非常紧密的往来，大家都在这个边境的小城做生意，有时候会感觉到一种割裂感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张。这张我拍的是一位大叔，他正在搬水果的箱子，他把这些水果的箱子搬上摩托车。我很开心我能捕捉到这一瞬间，这个大叔他正在扶他的箱子，这些红色的箱子是用塑料做的，我觉得很厉害，一辆摩托车竟然能够载这么多重物，这让我想起了昆明的街头有很多送水的人，送矿泉水的人，可能一辆摩托车上面有10多桶矿泉水，然后他们要把这些水送到不同的人家里面，非常厉害也非常辛苦。然后接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的是在老街的一张街景。我觉得我在老街拍了很多越南的街景，因为在中国我们没有这种建筑，这种有点法式的、有点特别的、有点迷你的、非常细的这种建筑，还有很漂亮的阳台。这些建筑我在中国很少很少看到，所以我会觉得我一到老街就觉得好新奇，好特别特别漂亮，所以我就拍了好多关于建筑的、关于街景的。你可以看到在街边的这些广告牌上面也有中文和越南语，比如这边写着香烟、咖啡、啤酒，然后地址是老街口岸。
接下来这张就是刚刚搬水果的大叔，我拍到了他的侧面，他的身后的箱子比他的人还要大，特别特别厉害。接下来也是一张越南的街景，当时我去的越南是5月1号，所以也刚刚好就是越南的节日，在中国也是5·1劳动节，所以你能看到在路边有很多关于节日的宣传，这个也是在老街拍的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，可能只是一个特别的装饰，有很多条这个拱形的柱子，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它，拱形的栏杆，然后路边也是有各种卖水果的，卖咖啡的。然后接下来我拍的是一张在削水果的大妈，她在用刀削一个菠萝，后面是她的水果小铺，有橙子、芒果、菠萝，还有可能是小番茄，她就推着这么一个小的水果车，然后在路边卖水果。我记得物价很便宜，当时是20千，你就可以买一袋新鲜的水果，换算过来大概是5块钱左右。然后接下来是一张关于河粉店的照片，这家人好像还卖猪肉还是牛肉哦。然后在这里我到达了沙巴，我从老街坐了大巴到沙巴。其实我没有想着去沙巴的，但是因为我的票订错了，我的票其实原先应该在老街到河内的，但是我把我的票订到了沙巴，所以我不得不坐了大概1个小时的汽车，从老街到沙巴，所以我有了一些时间在沙巴。然后由于我之前订票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越南和中国是没有时间差的，我不知道有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差，所以我到达越南之后，原先的9点钟变成了越南的8点钟，所以我好像又多了额外的1个小时在沙巴，所以我在沙巴也拍了一些照片。我知道沙巴有很多很漂亮的自然景点，像是稻田啊，像是山里面的样子啊，我其实都很想去看一看，所以下次我去越南的时候，我也可能去沙巴玩。这些也是在沙巴拍的照片，我觉得非常让我惊讶的是，他们有很漂亮的这些，可能是酒吧，也可能是酒店的照片。你看到它这里有很漂亮的绿色的建筑，然后有黄色的窗户，然后楼层挺高的，但是呢，它们很细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像是长长的一条，但它们的侧面你能看到很宽很深。我觉得这种建筑也很特别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子非常窄，非常就不是四四方方的房子，它是很长的这种房子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然后这里也是拍的一些咖啡馆，可能是酒店，然后这些酒店也很漂亮，他们的窗台上面有很漂亮的红色的花，然后这个酒店它的墙壁也是蓝色的，我觉得太漂亮了。然后这个拍的是一张竖版的酒店，旁边有一辆公交车刚刚开过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就到达了大巴上面，这是我在大巴上朝外看出去的一张照片。你可以看到，因为是5·1假期，所以路边的广告牌上面都贴上了5·1假期的一些信息。然后我觉得在越南的大巴车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体验。
我回来中国之后，我遇到一个阿姨，她比我大概20岁，她给我讲起以前中国也有这种过夜大巴，不过她第一次听到我说过夜大巴的时候，她非常震惊。她说：“啊，你怎么去坐那种大巴？”因为在她的印象里面，这些大巴是非常脏的，非常糟糕的，卫生也非常差，然后可能每个人的座位也很小，每个人可能只分到一个小小的毯子。之前中国从乡下、从偏远的地方到达昆明就有这些班车，就有这些过夜的大巴，但现在已经没有了。然后那个阿姨对我说，以前的这些大巴，很糟糕，所以她听到我说我在越南坐了大巴的时候，她会觉得，我是不是想要体验一下，艰苦的生活或者什么之类的。但我跟她说完全不是，越南的大巴做得非常非常好，非常的干净。你甚至还有耳机，你甚至还有电视，你甚至还有被子、枕头，各种非常非常舒服。而且我回来的大巴车上面还有厕所，所以我感觉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体验。所有东西都很干净，非常整洁，然后每个人也有自己的一个小空间，也有一个小的床帘。然后这张照片就是从我的大巴车里面向外面看的一张照片。然后这里也是一家饭店，上面写着饭，然后上面飘了一张漂亮的越南国旗。这张照片是我在大巴车上面拍的自拍，当我躺下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的正前方有一面小小的镜子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可以拍一张自拍，因为其实在外面旅游，如果你是一个人旅游的话，你如果想拍自己的照片有点难，特别如果是胶片相机的话，所以我经常会找很多很多可以反射我自己的或者是镜子，这样我就可以拍到我和这座城市的照片。然后这张照片是我和大巴车的照片。好，下一张就是我已经到河内了，这是一家咖啡店，有黄色的墙壁，然后墙壁上贴了蓝色的广告牌，很简单，但是也非常的和谐，非常的漂亮。好了，接下来我到了老城区这个地方，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这是第2天的早晨，我在老城区闲逛的时候拍的照片。还有这张竖版的，也是我在老城区闲逛的时候拍的。我很喜欢越南街边黄色的建筑，还有漂亮的红色的国旗，红黄2个颜色搭配在一起，真的太漂亮了。它让我想到薯条蘸番茄酱的颜色，还有一朵大红花在一片黄色的背景里的照片。大家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个形容吗？因为在我家的墙壁上挂了一幅画，上面就是黄色和红色的配色，我觉得非常好看。还有绿色的树叶。好了，偏题了，我们继续回来。然后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一张在也是老城区，但是老城区里面会有很多小的寺庙，然后在寺庙的外面有一些大妈大爷坐在路边，可能是在聊天，也可能只是发呆，他们就坐在这个寺庙的外面，然后我看到了他们，我为他们拍了一张照片。接下来就是我到了我的早饭店，我到了我的越南法棍的一家早餐店，就是巴米。我在那边吃到了最好吃的巴米，这个法棍面包非常非常的酥脆，然后里面也有非常多的料，
有蔬菜呀，有蘑菇。我还喝了一杯鸡蛋咖啡，是我第一杯鸡蛋咖啡。如果看过我的视频的朋友就会知道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味道，而且非常意外，它有这么绵密、那么柔软的质感，完全没有鸡蛋的腥味，它是一种蛋清泡沫的香味。我非常喜欢这个鸡蛋咖啡。然后后来我在这家苞米的店写了一点我的日记，还有我的一些感受。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放的一支钢笔，还有我的手账本。我当时就坐在一个露台上面，我也非常喜欢越南的很多饭店和咖啡店，他们都可以坐在外面，你可以看着街景，你可以看着路边的人经过，我觉得也非常的惬意。好，接下来是一张教堂的照片，因为我完全没有看 Google Map， 所以我不知道这些景点，这些所谓的景点在哪些地方，所以于是当我在老城区里面闲逛的时候，我到了一个街角，我一拐弯，我就立刻看到了这座漂亮的教堂，我完全没有预料到，下一秒我会看到这座教堂，所以当时那漂亮的、很宏大的、很壮观的教堂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的失语，因为我完全被震撼到了，然后我就嘴巴里面慢慢的说到哇哦，就是这样。我当时就是完全没有想到，我在下一秒就能够看到这座很漂亮的教堂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很少看 Google Map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走路的人，所以我想着，我如果大概知道了这个我想要去的地方，在 Google Map 的什么地方，大概是哪个方向的，我朝着那个方向走，就可以走到它的附近。然后接着，如果我再找不到的话，我可以再看 Google Map。但总的来说，我不是一个会对着 Google Map，然后向左向右向左向右的那种人。我更喜欢在街边闲逛，然后看到什么就是什么，因为这样你才能够发现那些细节。我们去旅游不只是为了一个旅游景点，可能漂亮的大教堂或者是大剧院等等这些，确实非常漂亮，但是它们不是终点。我不是为了他们去的，我有更多其他的好玩的东西想要看，想要拍照。特别是我觉得对于摄影来说，你是不能够带有很强的目的性的，因为你随时都要发现，你随时都要关注这些路边的细节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教堂也是我非常意外的一个事情。然后这是一张教堂正面的照片。接下来是这张大剧院的照片，是法国殖民时候留下的影子。现在里面也还会有演出，但是我只在外面拍了照片，我没有进去看过。也是非常漂亮的法式建筑。接下来我拍的是一张在街边睡觉的婆婆。其实这张照片有一点失焦，我把焦对在了她面前的饮料上，但好像也没有定在饮料上，而是定在了这张最右边的广告牌上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对，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越南的这个小巷子，小深的巷子，我在中国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那么深的巷子，它可能只能够走一个人或者一辆电瓶车，非常非常小的巷子。然后你从这个巷子进去之后，就是人家的家里面，就是可能居民楼里面。这种很深的黑色的巷子，在中国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，所以我觉得在越南的时候，
看到这么多很深的，还有一点点害怕的这种小巷子，我觉得也非常的意外。然后你能看到在街边到处都是在睡觉的大叔、大爷、大妈、阿姨、姐姐、哥哥、弟弟、妹妹，各种大家都很悠闲的在路边休息。然后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一张卖 CD 的一张照片，这是路边一家卖碟片的店，有一位阿姨坐在一张黄色的塑料椅子上面，她可能在挑碟片啊还是什么。我非常喜欢记录这些街边的小细节、小画面。然后这一卷的最后一张，我拍的也是一位大叔，他在街边睡觉，他就这么坐在这根很小的、很窄的白色的小凳子上，旁边有一瓶水，然后他就坐在街边，手撑着头在睡觉。我这张拍的有点远，因为我很怕我靠近他的时候，我的快门声音会惊吓到他。有好多次，当我想偷偷的拍人们的时候，我多么想要靠近他们拍，但是我又怕打扰到他们，我又怕吵到他们，于是我就远远的拍了一张照片。不过呢，这张照片的背景有很漂亮的蓝色的广告牌，还有白色的墙壁，我觉得也非常好看。然后我拍的这位大叔，他也在我画面的正中间，所以我觉得我也非常喜欢这张照片。哦，还没有结束，下一张照片是一张，可能是也是寺庙吗？还是只是一个，只是一个建筑，它像是一个。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形容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。它这个门，它可能是一个门，它的上面刻了一些中文，我也能够看到一些中华文化的影响。总之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门，上面有很漂亮的雕刻，还有装饰。接下来我看到的是一个保安，他穿着绿色的制服，站在一顶非常大的阳伞下面。我看了很多越南电影里面，我能经常看到这些穿绿色制服的保安。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像看到了很多我电影里的影子，所以我就拍下了这张照片，也是一个背影，因为我怕我会吵到他。对，我也非常喜欢这张照片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我的第一卷在越南的照片，是一卷 Kodak Portra 400的一卷胶卷。你们觉得这卷胶卷怎么样呢？我没想到我讲第一卷胶卷就讲了半个小时，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期播客就30分钟左右，然后我在越南拍了4卷胶卷。我有好多想给大家分享的，我有好多照片想给大家分享，我有好多故事想给大家分享，所以我们可以慢慢来。所以这一期越南的 podcast 可能就是关于我第一卷胶卷的照片的一个 podcast， 然后接下来我还有3卷。我还有3卷胶卷想要给大家分享。好了，那这就是第一期关于我在越南胶卷的 podcast。你们喜欢这些照片吗？你有什么想法，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好了，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。然后我是 Cleo，我们下期视频、下期 podcast 再见，拜拜。